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在我拍片的当下呢，是2024年的11月8号，美国联准会的最新的利率决议已经出来。那他们决议呢，将基准利率呢从原本的 4.75% 到 5% 下调到 4.5% 到 4.75%， 也就是呢降息 0.25%。那这个降息的幅度呢，跟市场的预期是相同的。那在公布完这个利率决议之后，联准会的主席鲍威尔就有进行了一个记者会。那记者会当中呢，记者就有对鲍威尔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礼拜呢，美国的总统大选已经出炉了。那由川普呢赢得了这次的总统大选。那川普呢，其实对鲍威尔的政策呢，在选前的时候呢，就有提出非常多的不满。那记者就提问说，如果川普上任之后呢，他要求你去离职，那你会不会答应呢？那其实这边记者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蛮好笑的，因为鲍威尔主席呢，他完全没有思考，就马上回答说不可能，他是不可能会离职的。那为什么鲍威尔主席他可以这么斩钉截铁的说呢，他不会离职呢？因为虽然联准会的主席是由美国总统提名，然后由参议院表决通过，所以呢看起来好像是跟美国总统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只要他们当上了联准会的董事或者是主席、副主席，那法律上呢就不允许被解职或者是降职。因为联准会的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货币政策的制定呢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呢，虽然他们被任命的时候呢是由美国总统去提名的，但是呢他们是否会被 fire 掉、被炒鱿鱼或者是被解职呢，是跟美国总统是没有关系的。美国总统他并没有这个权利可以对这些官员去进行解职。那要如何去罢免这些官员呢？那根据联邦储备法，如果你想要罢免这些联准会的官员的话呢，你必须要提出他们有道德的失当，或者是犯罪行为，或者是严重的不当行为，才可以对他们去进行罢免。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因为政策的分歧或者是政治态度不一样，就想要把他给罢免的话呢，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这个法律当中呢，就非常明确的提出总统你是没有权利可以随便的去fire这些联准会的官员哦。那这些联准会的官员难道就完全脱离美国政府的掌控吗？当然没有联准会的这些官员呢，像是他们的主席都要定时的去发布这些记者会，或者是说呢，他们要到美国的国会去进行咨询所以这些联准会的官员呢，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还是会承受蛮大的压力，并不是完全的放飞自我谁考虽然鲍威尔主席呢，他要到国会去进行咨询，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呢，就算他真的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他想要改变利率决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美国的基准利率呢，是由12位委员他们所投票形成的，并不是由鲍威尔主席他一个人讲了就算了。那所以 Kevin 自己对美国官员，就是联准会的官员，他们的独立自主性，我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那如果你觉得未来美国利率调整并不会持续的降息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投资美国公债来锁住这个高殖利率。像是现在1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呢是高达了 4.3%， 如果你认为这个每年 4.3% 的收益率是你可以接受的，那你就直接去购买1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这样子呢，你只要持有到期，你的报酬呢在一开始就可以计算出来了。那这过程当中呢，你就不用去担心美国的政策利率到底会调高或者是调低，因为你的报酬呢是非常的稳定的那至于要如何直接去投资美国公债呢？那我会将他们的影片教学放在上面这边，那你只要花$1000就可以直接购买美国公债咯。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台湾的美债以及债券 ETF 在10月份的绩效以及配息殖利率排名。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表格，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的话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的话呢是属于美国公债，那下面的话呢则是属于一般的公司债券。那这表格当中的话呢是不包含新兴市场的债券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左边，那最左边的话呢就是月绩效的排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代号，然后呢是基金的名称，还有市价。
然后呢，内扣费用的话呢是2023年的内扣费用，那存续期间以及它的近4季的累积配息，还有近4季的累积的殖利率表现。那最右边2个的话呢，则是月含息绩效以及年含息的绩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份的绩效排名，前面几名的全部都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那排名比较后面的呢，则是属于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那为什么明明9月份已经开始降息了，但是10月份的月含息绩效表现，长天期的美债 ETF 却是亏损的状况呢？那这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普遍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今年美国利率的降息会不如之前的预期。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的话呢，是2024年12月18号，市场上投资人认为这个时间点美国的利率会落在哪一个区间？那你可以看到，在2024年10月4号的时候呢，市场上的投资人还认为有 17% 的几率，在年底的时候呢，利率会来到 4% 到 4.25%。但现在呢，已经没有人认为今年年底的时候呢，利率会来到 4% 到 4.25%。那几率最高的依旧还是落在 4.25% 到 4.5% 之间。然后在10月30的时候呢，投资人甚至认为有 26% 的几率呢，今年的利率会落在 4.5% 到 4.75% 之间。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现在市场上投资人是更加趋于保守对降息的那种预期。那这使得长天期的美债 ETF 以及债券 ETF， 他们在10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的股价就受到了大幅的回调。那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在今年6月份到9月份这段期间呢，市场上投资人都普遍的预期今年呢会降息非常的多，有人甚至认为呢今年会降息 1.5%。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到在6月份到9月份这段时间呢，我们台湾最著名的2档长天期的美债 ETF 00679B 以及00687B， 在这一段时间呢，价格都上涨了10几%。但是呢，直到9月19号开始降息之后呢，市场上投资人他们对利率的预期就逐渐的开始下修。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9月19号开始降息之后，直到现在为止，长天期的美债 ETF 它们的价格都是持续的下跌哦。那反观短天期的美债 ETF， 像是00719B 这档元大1到3年的美债 ETF， 它受到利率的波动就比较小。我们将这3档 ETF 呢拉成一个表格，你可以发现到短天期的美债 ETF 在过去这1年当中它的价格几乎没有什么的变动，但是呢长天期的美债 ETF 呢，它的价格就是剧烈的波动哦。那我们再将这2档 ETF 他们过去这几年的报酬，我们直接拉出来看，你可以发现到元大美债20年期的这档 ETF， 它在过去3年他们的总资本利得呢是负的 28%， 它的配息报酬呢也只有正的 8.19%。但是如果你是投资短天期的美债 ETF 00719B， 它在过去3年虽然它资本利得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只有获得 5%， 但是呢它的配息的报酬竟然高过了长天期的美债 ETF， 它的报酬是来到了 13.17%。这使得短天期的美债 ETF 它这3年的总报酬率是远超过长天期的美债 ETF 哦。那为什么短天期的美债 ETF 它的配息报酬竟然高过长天期的美债 ETF？ 我们一般的想法不是认为长天期的美债 ETF 它可以配发比较高的利息，短天期的美债 ETF 应该配发比较少的利息那为什么实际上跟我们的认知是相差这么的多呢？那主要就是因为过去这2年美债的殖利率是发生了严重的倒挂。那倒挂的意思就是指短天期的美债殖利率它是高于长天期的美债殖利率，这是一个在历史当中比较异常的一个状况。这就像是别人跟你借钱，然后他说他要跟你借10年，然后你跟他讲说那你每年给我支付 3% 的利息就好了，但是别人跟你借1年，你却说利息要每年付 5%。就是这种奇怪的状况。因为通常呢，别人跟我们借钱借得越久，那我们会要求呢他要给我们更高的利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好，所以在正常情况之下，长天期的美债殖利率应该要高于短天期的美债殖利率。那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却出现了这种异常的状况呢？那有一种解释就是，投资人预期联准会呢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呢就开始降息，所以呢短期利率呢可能就会快速的下降。
那投资人呢就会避开去购买那一种短天期的美国公债，因为呢他们会认为说，如果他买这种短天期的美国公债，然后之后呢利率呢开始下滑，这时候呢他手上的债券呢到期了，然后他想要再去买更高利率的债券的话呢，就已经买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已经降息了。所以呢这种时候呢，他们就会想要去购买长天期的美债，就算呢这些长天期的美债，他们的收益率呢是低于短天期的美债，他们依旧会去购买长天期的美债。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这几年呢，短天期的美债呢，它可以提供更高的收益率，相对于长天期的美债。那难道长天期的美债就不值得购买吗？当然不是，这种状况呢是属于一种异常的状况。什么时候呢会回归正常呢？那就是开始降息之后呢，这个状况呢就会慢慢的回归正常。那我们来看这一张图，那这张图就是美国的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去减掉3个月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那你可以发现到，在过去这几年呢，这个相减的值啊都是属于负值，也就表示呢3个月的殖利率呢是高于10年期的殖利率。那你也可以发现到，在2024年9月19号开始降息之后呢，这个倒挂的比例呢就逐渐的开始收敛了。这种状况逐渐的收敛，也就表示呢短天期的美债呢它的收益率呢就逐渐的下降，然后长天期的美债呢收益率就逐渐的上升，使这两者的差距呢越来越小，然后呢直到回归正常。其实就算是现在，长天期的美债依旧提供非常不错的高利息。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现在长天期的美债、10年期的美债，它的殖利率呢也是高达了 4.2% 以上，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你想要投资长天期的美债，然后领固定的利息，到期的时候呢拿回本金，那你就比较适合去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而不是购买美国公债 ETF 哦。因为美国公债 ETF 呢，它是会更改成分股的，所以呢它并不会到期还本或者是固定的利息哦。那至于要如何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那我有教大家如何用$1000就可以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原本的这个绩效以及配息排名的表格，那下面的话呢则是公司债券 ETF。 那你也可以发现到，在公司债券当中呢，他们的月含息绩效依旧也是短天期的公司债券 ETF，他们的绩效是比较优异的哦。好，那我这表格当中你还有看到2个符号，第一个符号呢就是这个奶瓶的符号，那这奶瓶的符号呢就表示这些 ETF 呢它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才挂牌的，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新的 ETF。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个符号是一个月的符号，那这个月的符号呢就表示呢这些 ETF 呢它们都是属于月配息的债券 ETF。 那如果你想要投资月配息的债券 ETF， 你就可以看这些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台湾的美债以及债券 ETF 它们的净值规模以及推荐排名。那一样，上面是美国公债 ETF， 那下面的话呢则是属于公司债券的 ETF。 那左边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属于规模的排名，然后呢再来是代号以及他们的基金的名称。那中间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净值规模。那净值规模的话呢，是最近这1个月他们的净值规模的变化。那右边的话呢，则是属于他们受益人数的变化。那你可以看到，美国公债 ETF 当中呢，规模最大的2档 ETF 分别是属于 00679B。以及 00687B， 那这2档 ETF 呢都是已经破2000亿的规模咯。那受益人数最多的是 00679B， 它是来到了396925人。那第二名的则是 00687B， 它是来到了304592人。那第3名的则是统一美债20年期 ETF， 它是来到了69072人。那在10月份的月增人数最高的也是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 00679B 跟 00687B， 那他们分别增加了 1.4万人跟 1.8万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 那公司债券 ETF 净值规模在10月份有破1000亿的只剩下5档，好，在9月份的时候呢还有7档。那有2档 ETF 呢它是调出了1000亿的规模。那在受益人数方面，最多的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那它在10月底的时候呢，受益人数是来到了329212人。那第二名的则是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它是来到了127949人。那第3名的则是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126094人。那我们来看他们的月增人数，你可以发现到
公司债券 ETF 他们的月增人数最多的是属于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但是呢它的受益人数却只增加了8000多人，相对于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20年期的美债 ETF， 一档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它是增加了 1.4万人，那另外一档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则是增加了18000多人。你可以发现到公司债券 ETF 他们受益人数的增加人数相对于美债来讲是比较少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那 Kevin 认为是现在的投资人普遍预期美国的经济可能在不久会面临衰退，所以呢他们更愿意去投资美国公债，因为就算之后美国经济开始衰退了，美国公债 ETF 依旧可以成为一个避险的工具好，那关于以上的这些表格的资讯以及内容，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而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不错的话呢，你可以订阅本频道，然后呢在下方免费的下载，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要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的分析报告，像是联准会的一个动态以及降息的趋势，或者是美债券 ETF 的分析表格，你可以直接去订阅我的电子报。那只要我有更新，我都会用电子报第一时间寄给你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家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点个赞再走。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那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如果你听了我这些话之后呢，你发现，但如果你还是觉得